这样子的话，我下次不可以买一些什么长长粗粗的东西哦。对。啊。哎呦，又见面了，观众朋友，我是 Ryan。第4代大改款的 Toyota Vios 已经推出了。当时候呢 ，Ryan 我也是有拍摄了关于这个第4代大改款的 Toyota Vios， 分享给观众朋友。可是啊，当时候因为资料不足的关系，所以啊就没有讲得很仔细。因此今天我就请了一位 SA 小姐姐啊，来为我们来讲解一下，到底 E 版跟 G 版的 Toyota Vios 有些什么不一样。当然，今天也非常感谢位于 The Brow 的 Hua Auto Gallery 借了我这辆车来 review 啦。有兴趣想要了解这样第4代大改款 Toyota Vios 或者是其他Toyota车款的朋友啊，你们可以找 Candy。他的联系方式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。也希望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你们小铃铛，也别忘了 follow 我的 Facebook account 啦。在这边呢，也先谢谢你们支持。好，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。Let's go。OK， 现在在我身旁的就是今天的 SA 小姐姐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ua Desa The Brow 的 Candy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Candy 小姐姐啦。今天她要来带我们看这辆第4代大改款的 Toyota Vios E 版跟 G 版有些什么不一样。可以。OK， 首先外观部分啦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观部分，我是觉得啦，看起来是不错看的啦。肯定。LED 头灯我是觉得很好看啦，尤其是它的日行灯加上它的signal灯，对，整个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帅气。对，看起来就很尖锐，它的那个shape。这辆 G 版本有这个 body kit， 这样子 E 版本的话有这个 body kit 吗？E 版本的一样会有。哦，也是会有这个 body kit 啦。对。所以不管是买 G 版还是 E 版都有这个 body kit 啦。是的。哦，非常的好。如果没有这个 body kit 的话，我觉得它有点过松啊。就看起来很平哦，所以它下面就做多一个 body kit， 给它整体看起来比较有线条感啊。对，比较有层次感。对。真的，如果没有 body kit 的话，就好像不大。整体上来讲，这辆 G 版本的外观是不错看的啦。然后加上如果是买 E 版的话，也是有这个 body kit， 非常值得一下。车头大概是这样子啊，我们看一下车侧部分啊。对。车侧部分这一次第4代大改款的 Vios 有些什么不一样嘞？车侧的部分呢，就是它的 handle，如果之前 G 版的话是 chrome color， 哦，把这个不管是 E 版还是 G 版都是 body color，OK，加上它这次好像有 keyless entry 在左边了是吧？啊，对，左边也会加多一个，之前旧款的是只有右边。啊，这一次它可以直接开左手边的车门，会来拿左手边的东西，对，比较方便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 G 版是采用了17寸的 rim 啦，大家是采用了 Continental 的轮胎。但是如果是讲E 版的话呢，它的铝圈 E 版的话是16寸，16寸铝圈。然后可以看到side mirror的部分，下面是有个 camera 啦，因为这辆车它是有360 camera， 360无死角。对，360环境显示。对于有些时候你在一些小路或者是塞车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。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人的距离感不是这么强，对，尤其是女生，预测不到距离啊，这个就很方便。是，所以这个功能来讲的话哦，对于可能刚刚所说的女生要预测距离的时候啊，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。对，这个360环境显示，对，很适合我。为什么呢？距离感不是很好。这样你要多练练距离感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车尾部分啊。这个第4代大改款的 Toyota Vios 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车尾部分啊，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好看，非常 sporty 的感觉，因为它采用了 fastback 的设计。对，而且它线条感做到很好，配搭那个黑色的低调，然后又耐看啊，这样子的话不会太过张扬啦。对，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斯文一点啊。再来，如果是讲说 G 版的话呢，它的 signal 灯是流水线的，好像E 版有些不一样是吧？听讲好像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哦。对，可以看到这个 G 版，它后尾也是有这个 body kit 啦，加上它是有 diffuser 的，有没有功能我不知道，但是装起来是蛮好看的，比较有型，是比较有型。这个尾盖开启方式很简单啦，里面可以开，这边也是有一个button可以开啦，不过它是没有power tailgate 啦，哈，B7要什么power tailgate，然后里面的尾箱容量要放大概5个 luggage 没有问题。多少寸？多少寸啊？18吧。把你塞下去试一下子。我肯定可以进啊，可以塞一下，最少应该3个我吧。对啊。它有一个东西大家是很难接受啦，就是没有 spare tire。对，所以这一次它是没有 spare tire， 采用了 tire bump， 还有补胎剂。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啦，对于我这个会换 spare tire 的人来讲是不太喜欢的啦。但是对于我这种不会换 spare tire 的人来讲，它就是一个福音。对，
因为如果叫你拆大牙，你应该是也是没有这个力气吧？没有力。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对于女生是非常方便使用的。对。因此啊，你们要自救也很容易啦，不用去求人呐，要不然等到那个人来帮换 spare 大牙的时候，就不懂几点了。所以对于这个东西，来 Candy， 你会使用这个东西吗？这个补胎剂。等一下我教你们怎样使用。哦，现在就让你表演。OK， 来 ，Let's go。好，我现在就来看 Candy 表演如何使用这一个多大的补胎剂。OK， 其实这个补胎剂，配搭着这一个打牙棒的话，是使用方法是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先把这个棒放进去，跟我们之前的打牙棒一样，你可以先 try 把那个打牙放进去，然后再来这边是那个香烟的插口，你要先 start 着你的 engine， 然后插在你的车里面。哦，好。OK， 然后这边再打风。然后打风之前，你记得看一下你的车的是多少包的咯。我们的门那一边都会有显示。OK， 如果真的是我们搬了它还在漏风的话，我们就配合着这个补胎剂。对，补胎剂只需要这样子放进去。OK， 所以这一边的话，我们再一样是接这边，一样是接这边。OK， 再来我们这边转进去，然后再打开。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哦。大概要多久时间啊？大概多久时间？只要是看我们的这一个，好像普通 Vios 的话是大概32左右，是它只要搬到32包就可以把它关掉了。OK，so 我们就可以到附近的多大的 service center 去叫他们帮我们 check 一下那个打牙就可以了。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看来你没有少练习啦。可以。所以对于这个使用这个打牙补胎剂真的是非常熟练一下，这样子你是不是学到一个技能？下一次顾客问你他讲用的时候，你就很好的可以表演给他看。看回我的 video， 看回这个 video 啊！当然除了这个spare打牙之外了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也是没有掉的。还有一个东西也是没有掉的。什么东西？那椅子放倒啊！这样子的话，我下次不可以买一些什么长长粗粗的东西了咯。对。不爱。好了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内饰部分了。OK， 来 Candy， 对于这个后座，你有些什么体验吗？我是觉得蛮舒服啊，因为它的这个背很贴我们的背，很贴我们的背。这样子，这个 G 版我看到是全皮椅啦。E 版的话呢？E 版的话是布椅 Fabric 的。然后这一次也是有加入了后座冷气出风口啦，非常好。后面的乘客不会觉得很热啊。之前很多人 complain。是，但是我建议你不要坐中间会比较好因为会很凉啊。可以。再来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很喜欢的，可能你们女孩子也会很喜欢，就是这个奶茶杯架，是觉得这个位置放东西的时候很顺手。然后头部空间呢？头部空间 OK 吗？因为这辆车，因为它是一个 fastback 车嘛，然后后边的头部空间可能对我来讲163还可以啦。163还有一个拳头位置，一个拳头的位置。对于我这个有190的人，没有啦，170啊，是已经开始要顶头了，剩下大概是3个指头的距离。所以这个 fastback 的设计有好有坏，所以变成就牺牲了头部空间咯。对，过蹲的时候要小心啊。对我还好啦，你就要小心一点。是我的头会不保啊，我还是做司机比较好。对，然后再来，有些人也是很口便啦。这一次没有了 armrest， 其实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是需要的，时常我们的手啊无处安放。对。好了，基本上这个后座大概是这样子啦。我看一下前座，来，我们来到前座的内饰了啦。这一次的 dashboard 有些什么看法吗？我觉得整体看起来会比较整齐。比较摩登一点，是，整个比较平整干净。再来就是它有一些小巧思，就是这个 cup holder 隐形的置杯架，它这次在这边加了这种皮革啦，看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有一种 dust premium 的感觉，对，很有质感。是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一次的 steering 也是有4项调节，是不是？是，前后上下都可以。但是1版有这个功能吗？1版的话没有。1版的话是只可以做上下是吧？对，跟旧款的一样。旧款的一样。对。G 版的还有多一个是 pedal shift，1版的没有。1版没有啦。对。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对于喜欢玩牙的男生是
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啦。是啊，女生的话我就不知道了。对，像你觉得你喜欢玩鸭吗？我还好，我车可以走路就可以了。哦，OK 好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这一次这个 meter 也换成了跟 Veloz 一样的7寸的 digital meter 啦。对，然后这个 digital meter 我是觉得不错看的一个配置啊。嗯，如果是1版的话呢？一版的话是 analog， 2个 analog。哦，然后这一次这个 interior 哦有一点小可惜啦，它不像泰国的 ambient light。泰国的你有看过吗？泰国的有，那个是真的很好看的、是，但是这个的就handbrake 也是有点不一样吧？对 handbrake 的话呢，如果是 G 版的话是用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， 还有多一个是 auto brake hold。一版的话是 normal 的 handbrake。我想到一个东西，就是中间的 armrest 里面有一个 wireless charging board。对了，在这边。对，这边有一个 wireless 的 charging board。我记得啦，上一代的时候是需要加钱的。对，这个要加钱吗？不用。哦，不用加钱。一版有这个东西吗？有。哦，一版也是有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board。有。哦，这样子的话很好嘞。上一代好像还要记啊。一个520。上一代加520哦，所以这次就省了一个520。省了一个520。哦，OK，很好。OK， 再来就是如果是说 G 版的话，它的 wiper 是 auto 的。哦，有 auto 有 wiper。sen性，对。如果是一版的话是 manual。哦，manual 的啦。对。哦，OK。这一次的音响主机可以看到它是用了9寸的悬浮式音响主机啊。对。然后这个主机有些什么特别嘞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360的 camera， 再来我们可以 link Apple CarPlay、Android Auto 是 wireless 的，就不需要接 cable。哦，像一版有这个东西吗？有。啊，也是有啊。对。啊，观众朋友，如果对于这个 wireless 的 Apple CarPlay、Android Auto 你们可能不太会使用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参考我之前拍过的 Veloz 的影片。那个试驾影片上面呢，我是有教过观众朋友如何去使用这个无线的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啦。你们要看的话，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去过去看一下啦。再来，我们这边还有多一个，它加多了一个 sunglass 的holder， 我们可以放太阳眼镜。是，但是有一个小缺点呢、一个小缺点 ，passenger side 这边少了一个镜子。所以你们女孩子是不是有点讨厌，竟然没有镜子？是。所以怎么能少了镜子？所以多大？为什么能少了镜子？No good。把 driver side 还是有的 ，driver side 还是会有。不过 driver side 的话，我是觉得它也是少了一点东西啊，就是 LED 灯、补光灯。对。啊，这个就可能下一次看有没有机会再来 upgrade 一下。是。啊，我有注意到它的 airbag 好像是只有6个，对吧？对，有6个。哦，这个就比上一代少了1个。上一代7个，对。是。其实啊 ，Ryan， 我觉得啦，不管是6个 airbag 还是7个 airbag 啦，我个人建议啦，我的观众朋友们，在你们买新车到你们卖车的时候，这个6个 airbag 还是7个 airbag 都不要有打开过的机会啦，所以还是小心的驾车比较好咯。顺便再补充一下 Kenty 小姐没有讲到的一些一版跟 G 版本在外观内饰的差异性配置部分啊。首先在外观部分 ，G 版本我们可以看到在 Vortex Generator、Bumper 下面的 Skirt、大灯上面的饰板，则是采用了 Piano Black 的 color。一版本这些东西则是换上了 Matte Black 的 color。再来就是内饰啊，除了这个 meter 不一样之外，冷气的控制面板也是有所不同的。然后一版它也是没有64色的氛围灯功能。我们也可以看到 G 版的门板在靠手位置是采用了皮革加上钢琴黑的烤漆饰板作为点缀，可是一版在靠手的位置则是换上了塑料的材质，看起来就比较廉价了一点啦。除此之外，这个进阶式安全功能 G 版跟一版也是有所不同的啦。G 版它是有完整的进阶式安全功能，包括了有车道偏离提醒、车道偏离控制、车道自中、防撞预警、防撞紧急刹停、ACC 跟车、Blind Spot Monitor、Auto High Beam 等这些功能。而一版本则是少了 Auto High Beam、ACC 跟车、车道自中这几项功能啦。OK， 好，基本上这个第4代大改款的 Vios G 版跟一版的配置差异性的介绍就到这里啦。对于这辆车，接下来我还会做一些试驾的体验，到底这辆用了这个 DMGA 底盘的第4代大改款的 Vios， 它的驾驶体验是如何？记得要留意接下来的视频啦。当然，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 Kenty 来为我们介绍这辆车子，也非常感谢 Hua Auto Gallery 借我这辆车的 review 啦。所以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呢，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一下，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当然，你们想买车也别忘了来一朵大 Hua Desa 的 Brow 来找我 Kenty， 我的联系方式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。
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拜。